重磅消息：11月23日在瑞士开的这场俄乌相关会谈，大概率是谈了也白谈，想达成真正的和平协议基本没希望，顶多是各方凑到一起亮个态度，探探对方底线。美国搞的28点新计划，短期内根本落不了地，核心原因就4个，掰开揉碎给你说清楚。首先，美国和乌克兰的诉求根本对不上，简直是个说个的。美方这28点里藏着让乌克兰割让顿涅茨克部分土地、缩减军队规模的要求，这些都是乌克兰之前死都不答应的。特朗普还放狠话，给泽连斯基设了11月27日的最后期限，意思是你不接受就接着打。但泽连斯基也硬气，明确说要提自己的替代方案。要是真按美方说的做，不仅丢了国家主权，还会被本国老百姓骂惨。这种两难的选择，换谁都没法轻易妥协。其次，欧洲这边早就炸锅了，反对声一片，还内部分裂。美国起草计划的时候压根没带欧洲玩，欧洲国家觉得自己被当空气了，本来就一肚子火。更关键的是，他们担心乌克兰割地，裁军会破坏欧洲的安全，毕竟俄乌冲突离欧洲太近了。德国直接说方案里好多内容得重新商量。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也强调不能用武力抢别人土地。匈牙利更绝，直接拒绝再给乌克兰掏钱，说没义务资助注定输的战争。欧洲内部都吵成这样，还怎么跟美国一起推进计划？搞不好还会联合乌克兰一起对美国。再者，俄罗斯压根没去参加会谈，态度也留了后手。作为冲突的关键一方，俄方这次直接缺席。虽然普京说这28点能当和平谈判的基础，但也明确要求得一条条抠细节。而且俄罗斯早就看透美国政策说变就变，就算美乌谈出个结果，后续美国和俄罗斯单独见面还得重新拉扯，俄方不可能轻易接受自己没参与制定的条款，变数大得很。最后，泽连斯基在国内也没多少谈判空间，乌克兰国内本来就有贪腐争议，要是泽连斯基敢在领土、安全这些大事上让步，老百姓肯定不答应，他的执政地位也会动摇。所以就算美国再怎么施压，他也不敢随便突破国内的底线，只能硬着头皮跟美方周旋。总的来说，这场会谈就是雷声大雨点小，各方利益扯不清，诉求对不上，28点计划想落地比登天还难。后续局势还会怎么变，就得看美俄接下来的私下接触，还有欧洲能不能拧成一股绳了。